明朝威宁海之战的战绩有多辉煌，洗刷土木堡之战的耻辱，击杀蒙古武则天，这都要归功于一文臣一宦官。他们带领1万骑兵突袭敌营，把蒙古人彻底赶出河套。此战具体发生了什么？今天呢，我带各位看官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。所谓的河套，简而言之呢，便是河流包围的地方。明朝时期，在黄河形成一个挤的区域，便是河套。这个位置土质相当肥沃，极为适合耕种粮食或者放牧，成为蒙古人最佳居住地。在当时呢，蒙古属于异族，和由汉人统治的明朝处于敌对方。河套是明朝的，蒙古人只能采取侵占的方式居住。明王朝很不满，发展到中后期时，经常派官员到河套展开搜查，一旦发现蒙古人，需要动用武力将其赶出。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河套的北方位置，是一条阴山山脉，有1000多米高，明军和蒙古人都以它为屏障。换言之呢，就是分界点。明军从未翻越过阴山，蒙古人认为这里很安全，在阴山附近选了个位置，建立王庭，长期生活。这个位置便是威宁海，也就是如今内蒙古的黄旗海。成化16年2月27日，下了一夜的风雪，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搬到威宁海的蒙古人还缩在被窝睡觉。他们没有料到，有1万左右的明朝骑兵已经悄然而至。明朝这方呢，领兵的主帅名叫王悦，是个仪表堂堂、相貌丰伟的文臣。一个文臣做主帅，上战场能管理好5大3粗的士兵吗？能保住自己的性命？这不闹着玩吗？诸位啊，千万别小看他。王悦在北方边境待了好多年了，极为了解蒙古人的生活习惯，在领兵作战方面也尤为出色。他最拿得出手的便是奇袭，也就是搞突然袭击。翻阅他7年前的一段高光历史，王悦通过奇袭绕过了蒙古可汗满都鲁的主力军，直奔红岩池袭击蒙古大本营，也就是鄂尔多斯市。等满都鲁接收到消息，连忙回撤，妻儿老小倒在地上，早没了气息，大本营也被抄得一干二净，牛羊全部失去踪迹。满都鲁看着这惨烈情况，泪流满面，当即找明军报仇，却被王悦事先准备好的伏兵击退。经过此战，明军都敬佩上这个拿笔杆子的文臣，把他当作战神的存在，而蒙古人大伤元气，不敢再出现河套区域。明朝这场战役洗刷土木堡之战耻辱，把蒙古人按在地上摩擦，具体情况如何呢？面对像小强一样坚强的蒙古族，王悦再次采取擅长的奇袭方式作战。他联合宦官汪直，率领2万精兵前往阴山的威宁海。这次呢，蒙古人并没有起兵攻打明朝的心思，但王悦已经得到蒙古王庭在威宁海的消息，为守卫大明王朝的领土，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。王悦在从未翻过阴山、不清楚地形的情况下，愿意冒险主动出击。他想趁机打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王悦和汪直率领士兵昼伏夜出，前行5天抵达猫儿庄。此时离威宁海还有几百米，明军的运气实在太好。当晚下着大风雪，他们在夜色和风雪下行动更安全。王悦和汪直小声沟通，决定先率1万精骑突袭，剩下的人马沿路做埋伏，并负责接应。明军到达威宁海的时候，天空处于黎明阶段，蒙古人都沉睡在睡梦中。王悦意识到这是个大好机会，随即一声令下，1万多的骑兵顷刻闯进蒙古各个营帐。蒙古人惊慌失措，穿起衣服还来不及拿刀反击，便被杀死，有少数侥幸逃命成功。这一次，王悦带领的军队再次获胜，蒙古人刚建立起的王庭再次被摧毁，他被加封为威宁伯，成为大明第2个文臣出身却因军功封爵之人。这场战役，明军抓到上百的妇女儿童，
斩掉437个人头，收缴1万余件的盔甲、弓箭、皮袄等，还把6000多只的马羊等带回明朝。看到这里，肯定有客官要问了，区437个人头，这种战绩怎么能称得上辉煌呢？各位看官有所不知，在古时候啊，收割人头和对阵杀敌是2种意思。通常获胜方的士兵会在结束杀敌后再做砍头的事情，人头的数量代表所获的奖赏。要知道，对阵杀敌能活下来便是万幸了，谁还会顾着去砍几个头呢？就算去砍，同个阵营的士兵有竞争的可能性，而且处于敌对方的人也会想办法带回同伴尸体，因此就算杀的敌人够多，能够拿到的人头也是有限制的。在威宁海之战中，本来就是突然袭击，讲究的就是速战速决，定然需要用火烧之类的手段，而且还是打入敌方大本营，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能够拿来砍头的。所以这次战役能斩获400左右的人头，算是很高的战绩了。何况王悦的军队把驻扎在威宁海的蒙古王庭彻底摧毁，换来了大明边境数十年的安宁。除此之外，当初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在土木堡被俘，导致大明王朝损失惨重，这让明朝成了蒙古人的一个笑话，明军也抬不起头。王悦站出来，第一次在红岩池战胜蒙古，提高了明军自信心；第二次打响了威宁海之战，也就意味着给大明报了土木堡之仇。因为朱祁镇被俘期间就囚禁在威宁海，如今他在威宁海摧毁蒙古王庭，算得上丰功伟绩了。当然了，这场战役还把满都海解决掉了，可谓天大的喜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满都海被称为蒙古武则天，她是个怎样的女人呢？翻阅蒙古历史，满都海虽说是个女儿身，却和蒙古男人一般勇猛刚烈。她武艺高强，极为擅长征战，因此可以以女子身份统帅蒙古各部，被蒙古人视为女英雄一样的存在。满都海成过婚，第一任丈夫是满都鲁，后来满都鲁去世，根据蒙古习俗，下一任可汗将成为她的丈夫。可满都海并非平凡的女人，她的实力和野心让蒙古人臣服，因此在满都鲁死后，满都海成功执掌王庭大权。换言之，她想嫁给谁，谁才可以当上可汗。最终满都海选择拥有黄金家族血脉，也就是蒙古族始祖与天神的后代血脉，名叫达延汗的人。在当时，满都海第二任丈夫才7岁，甚至比他低2个辈分，相当于他的侄子。所以啊，实际上满都海才是蒙古真正的老大。在达延汗长大执政之前，满都海多次率领军队南征北战，征服很多部落，为达延汗今后统一蒙古打下坚实基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给达延汗生了8个孩子，让人惊讶的是呢，生的都是双胞胎。最终她的丈夫上位后退居幕后，不曾想王悦和汪直率领大军袭击，怀有身孕的她倒在了血泊中。自此，这位有勇有谋的女英雄彻底消失在历史中，对蒙古而言可谓是沉痛的打击。翻阅明朝的打仗史，威宁海之战并不出名，也很少有人知晓王悦这个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我看来，有2个原因。威宁海之战确实洗刷了大明土木堡的耻辱，不过采取奇袭的方式，无法同正面交锋的战役相提并论。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威宁海之战发生在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。说起朱见深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喜欢大17岁的万贵妃，这让不少官吏嗤之以鼻，于是把史料侧重关注在编造万贵妃见不得别人生孩子，朱见深不爱上朝，宠幸宦官，建立西厂等等，树立朱见深恋母以及昏庸的形象，以至于埋没了王悦等人的功绩。加上王悦和宦官汪直是朋友，在当时史官极为讨厌手握大权的宦官，
恨无及无，自然会一笔带过王悦所立下的功绩。